好，来看看啊，今天啊，给大伙儿带来的是2024年10月啊，2024年10月底全新的赵云秒16啊。很多人说小狼这也不是原版啊，这是大神之路版，没毛病。但是呢，目前来讲啊，这个能够赵云秒16的人啊，不超过10个，这里面可是包含大神之路的啊。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能单秒出这个原版或者说是完美版秒16的人不超过5个，对吧？所以说这个也很精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大伯啊，他的名字叫大伯啊，博士的博叫陶大伯啊，他打出了一个大神之路的赵云单秒16啊。其实大家伙儿都了解啊，秒杀这种玩法呢，其实啊，这些高手，我算了一下，大概得有个150个左右啊。任何一个 BOSS， 他们基本上单秒都能秒死，而且玩的话都能秒个13、14的，就是就是反正在炸房，但是都秒16，真的难，对吧？真的难。哎呀，这不朱哥吗？朱哥你嫂子呢？嫂子今天不在家，嫂子今天不在家啊！朱哥来了啊！好，这个眉毛已经在洗了，已经洗了啊！好，小飞轮起手，但是这边想撇个飞镖啊，并没有给这个小兵带来实质上的这个用处。血杀大鹏一个必杀，这是超必杀，扎地一挑，血杀一根，扎地血杀再扎地一挑，啊，血是一样啊，不差这点血啊，不差点血。反正秒16呢，在这个版本当中啊，你大家伙懂的都懂啊。秒16呢是真的，真的难，哪一个 BOSS 打出来单秒都没问题，但是合在一起，并且用直播的方式，或者说是就说白了不对吧？就这么一次性的方式打出来，真的有点难的啊。好，来看看这些第2关，朱哥为什么跟我叫浓眉怪，对吧？按理说真男人就得浓眉大眼，不过吧，这个浓眉吧就是有点假，你知道吧？就多硬多假呀！虽然说已经在洗了，真的在洗了，没跟你吹牛逼啊。怀旧哥今天没来，怀旧哥昨天 FC 打的，昨天 FC 怎么说？我告诉你，你任何的大神在我这儿都得被我坑，没有几个不被坑的。真说如果他不被坑的话，他也只是暂时的，你知道吧？啊，而且我言出法随，只要我一说必废啊。这里面跟大家伙说啊，大神之路啊，很多人都要了解一下吧。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应该是先展版，它跟原版肯定是不一样啊。就是说，虽然说看起来资源一样，但是呢，有5%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啊，甚至有的宝明显在原版的玩法当中，它就不应该获得。比如说天遁书啊，对吧？这个我就不跟大伙儿解释了啊，就是在第3关的天遁书啊。但是咱们这个版本呢，该获得的隐身衣啊、什么杜康酒啊、招安状啊，是一个都不会给你少。删除了很多没有太大的这个用的地图，但是呢又给你留了很多这个让你打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咱们现在啊，这个比如说你像这个打这个气儿啊，打这个气儿呢是4倍的这个打气儿的这个效果，分数呢是2倍啊，所以说非常的狠啊。韩式半永久没有，这个我看看啊，今年11月是第2次，然后12月第3次。1月12号或者13号是第4次，啊，第4次。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1月13号或者是2月13号，我这个眉毛有可能会洗的差不多，啊，可能会洗的差不多，但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好，来看看这边呢，彻里吉啊，并不是这个可以秒杀的这么一个 BOSS 啊，虽然说也可以秒啊，我说的也是人脑啊，也可以秒。但它这个秒的这个代价呢不一样啊，咱们就不去过多解释了。然后呢，这里面很多人说这个尾连算秒吗？不算。你像刚才，如果他把这个 BOSS 引到右下角，然后可以这个对吧？前锁1、2、3，转身前锁1、2，然后前锁转身1、2啊，这么打。这个方式呢看起来可行，但其实用处不大啊，这个不算秒的啊，不算秒的。1月12号那地方还会开业吗？对呀，1月那怎么不开业啊？我钱都花了，你不开业？我这是一次性花的钱，你得给我洗干净，不给我洗干净不行啊！好，我感觉这个魏国啊挺有意思啊，魏国训练的这个虎豹啊什么的啊，装到箱子里，箱子里呢还放一个9节杖，然后呢，对吧？你这个设计的就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阴霸啊，非常的阴险。
这个猛兽放到箱子里，这个也能理解，把猛兽放到箱子里，猛兽的饥肠辘辘，啊，对吧？饥肠辘辘，并且呢，这个还被限制了自由，一出来肯定会非常的愤怒，然后就会，对吧？就会杀人，能理解啊。游戏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游戏声音这么小，啊，我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游戏声音可以吧？啊。我又调了点啊，这个游戏声音有的时候感觉不控制啊。好，来看看，哎，这猪哥怎么不说话了啊？猪哥肯定是被我的这个美貌给吓着了，真的啊，我是来自于美貌的恶魔啊。哎呀，这没办法，这都是人生要经历的一件事啊。这个亏以后我要再吃，真的，我再吃这个亏，我都该咋地的啊。好，那么好，比如说看看啊，传说中，这个毕竟是咱们2024啊，全新的啊，最新的，也是我这么说吧，也就是不超过，应该说不超过10个人啊，这个能够这个打出来啊。但是呢，我说的不超过10个人啊，其实你要现在来讲呢，是我熟知的这个圈子。事实上呢，可能这个圈子外还有人，或者说又新入圈的人。啊，或者没在圈里，就是人家自己玩，人说能秒，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在线能打出来的啊不多，对吧？我认识的不超过10个，反正那认识的人也不少。好，一个毒上，暴气白鹤，大鹏展翅，然后转身前锁大鹏，然后再捡起来跳 A， 一个召唤撞追地，转身1 2 3，挑起来，然后转身1 2 3 4血杀，一挑1 2 3，挑起来。1 2 3 4血杀，第3点一追暴气白鹤，然后再跳 A， 大鹏展翅，最后不用考虑了啊。气儿呢打得非常快啊，这里面把毒全扔掉。目前来讲呢是不需要用毒来起手了。比如说你像打这个，你像打那个梦幽的话，肯定就是飞轮起手一般，对吧？像打那个可以用毒镖起手啊，就是反正用的非常多嘛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OK。番茄哥，控制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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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个王平愿意喝酒啊！王平这挺厉害，手里拿着一根这个中长型的枪，然后呢后面背2个戟。这王平是被称之为最强副将，这个副将呢有个优点啊，就是说他当副将的时候，对吧？啊，非常的牛啊，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当副将的时候呢，那个主将一般都不听他的，啊，对吧？想当年他还是魏国将领的时候啊，这个王平啊，还是魏国将领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主将徐晃。也是被称之为周亚夫之风的徐晃啊，这个也是压制了这个，对吧？也是反压制了这个关羽，正面牵制关羽，以导致关羽被这个吕蒙偷袭的这个主要角色。在当时呢，汉中之战的时候呢，是有点嘚儿，他不听对吧？这个不听副先锋这个王平的这个建议，以导致，对吧？战败。王平呢，最后也是投降给了这个刘备的这个势力。后来呢，大伙也知道啊，马参军在街亭。也是挺嘚儿，马谡这个人呢，应该说还是有实力的。我给他评价呢啊，他作为一个参谋啊，他绝对是，可以是达到一线的，可以达到一线的啊。这个，然后作为这个这个带军的这个将领呢，他也是有2线顶的实力。但是呢，你要知道他的对手是谁，他的对手呢，对吧？一个是司马懿，另外一个人是张合，那怎么玩啊？没法玩。论智谋，对吧？谋不过司马懿。问这个，对吧？这个论这个勇猛，打不过张合，就很难受啊。好，番茄哥一飞，1星啦，升1星，升1星啊！你们哥几个哥俩这边啊，没睡啊，没睡。哎，猪哥消失了，猪哥人呢？我跟你说，猪哥有的时候他不说话，你知道吧？这个传说中的沉默之恶魔啊！番茄哥怎么样？番茄哥今天那个感冒好没好啊？大家很多人说王平这个到底
这个王平到底厉不厉害啊？我跟大家伙讲，王平呢，确实啊，让他作为一军主帅呢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降将。很多人说那小狼不对呀，对吧？那姜维也是降将啊，姜维怎么就能做主将呢？这里面跟大家伙要说一下啊，姜维做主将呢，是因为姜维第一他确实太有本事了。啊，是诸葛亮亲传，应该算是诸葛亮托孤啊。诸葛亮虽然说不是皇帝，但是他对吧？他跟皇帝行差不多的这个实际的军事管理和内政管理啊，是吧？啊，然后呢，这个单表是最简单的 boss 啊，咱们就跳过不说了啊，基本上不用说。然后呢，这个对吧？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你要知道，姜维他是大将军，对吧？他是五军带兵出去打仗的将领，但你会发现他在后方被人撤走，撤成什么样？无论是刘禅还是后来那个黄皓，所以说你表面上感觉姜维是对吧军事方面的一把手，其实那个时候皇帝能够自己主事儿了，你再怎么地对吧？你第一你就算你不忠，就算你大权在握，功高盖主，人皇帝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撸下来，对吧？你没有用，你不像诸葛亮呢，在朝中在朝廷里面有自己的势力，比如说蒋琬呐、费祎啊，对吧？啊，还有这个什么项宠啊之类的啊，各种。对吧？这些人都是诸葛亮的这个，是吧？这个自己，所以说你基本上就不用说了啊。啊，诸葛在啊，烧退了还是重感冒。这个虽然说我这么一说特别像渣男，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多喝热水。不过呢，我想说啊，这个我跟番茄哥说这个事儿，那等于有点像班门弄斧，因为人番茄哥就是医生，人能不知道这个事儿吗？对，但是你看啊，后期这个蜀国全靠姜维，靠王平，靠夏侯霸。哎呀，我天！很多人忽略了夏侯霸，很多人会觉得，哎，夏侯霸不是死了吗？夏侯霸不是投降蜀汉之后，最后这个兵困铁笼山之后呢，被这个对吧？就被这个羌族人反叛，然后这个夏侯霸死了嘛。夏侯霸死了，确实太点儿背了啊！本身他投降蜀汉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铁杆这个曹操啊，对吧？铁杆这个曹氏这个拥簇者，结果呢被司马氏篡权，他无奈之下啊，这个只能投降这个蜀汉啊。他投降蜀汉是有身份的。夏侯霸是你们就记住啊，谁看人最准啊？很多人说诸葛亮看人准，诸葛亮不行，在识人方面上啊，那可能是刘备识人比较准，对吧？但是呢，你要魏国这边谁识人准？魏国这边啊，司马懿识人最准。司马懿呢，都知道魏国未来都有几个人比较厉害啊，都有谁呢？首先，对吧？钟会、中世纪啊，这个中世纪不是那个是什么16世纪啊，什么中世纪啊，啊，钟会、中世纪。纪呢，应该就是老幺、老小的意思，伯仲叔季嘛啊。他这个字世纪啊，对吧？这个就是纪的话，就跟那个刘季似的，刘老四啊，钟老四啊，这个钟会。然后那个钟会呢，还有一个人呢叫邓艾。邓艾这个人呢，这个和钟会一样啊。这个钟会呢是胆子大啊，但是呢这个做事不够缜密啊，性子有点过于急躁。啊，但是呢，确实是很厉害啊。然后这个邓艾呢是什么呢？邓艾呢是过于这个，对吧？由于他童年幼时的这个经历啊，所以说他过于这个对这个应有的权利过分依赖，以导致有点什么事儿之后，他看不清楚形势啊，对吧？这个在功高震主这一块呢都了解，有的时候啊，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他这个偷渡阴平之后呢啊，做出了一些事儿啊，让这个司马昭呢非常忌惮，所以说，对吧？懂的都懂啊。这个第三个人呢，就是大伙儿了解啊，这个夏侯渊4子，其中呢有一个人叫夏侯霸，啊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而且带兵打仗作为都督都可以的人选。缺点就是没办法啊，这个人是有才，但是呢，由于他是支持曹氏的，司马氏篡权之后，对吧？这个高平陵政变之后呢，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对这些夏侯啊还是挺尊敬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削弱权力，夏侯霸就害怕了啊，只能是投奔自己的这个母家势力啊，因为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他这个在蜀汉有亲戚啊，所以说投降了嘛。你像这就是这个样。王平刚才咱们唠到这儿啊，很多人说，哎呀，王平到底怎么样？王平呢，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他就当不了一军主帅。不光他是一个降将啊，除了降将之外，他不认字儿，对吧？你不认字儿就没招了。好，独标旗手，抱旗白鹤
单秒他啊是需要用4颗气的啊。大风展翅、斗忍昆仑，这是第2颗气，爆气算1颗，调起来。大风展翅、斗忍昆仑，然后第3 DA 血杀，第4一挑斗忍昆仑，张灵剑，直接点死了啊，够用啊。王平如果要是识字儿的话就非常厉害，但是王平大伙儿可能不了解，你像很多人说王平不识字儿，那王平怎么当上的将军？哎，他不识字这个事儿吧，我搁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古人的话识字这个挺难的，但是王平有个优点，他会画画，而且他会画山川河流地势图，啊，他画的这个比较好，他有这种绘画能力啊。这个叫什么 CAD 图画的好啊，手速这么快，大哥他才点了30点，我37、8点妥妥的。哎，你看这个天遁书啊，咱们大家伙都了解啊，走上路是没有天遁书的，但他有这个天遁书就很难受。瓦中天、郎中天是吧？贾诩的故事吧，就是贾诩呢这个人他的性格非常好，但是他就有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性格，或者说不是很讨喜的性格啊，对吧？本身呢他就过于毒，他是三国时期第一毒士，他自保能力非常强，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这个缺点也不是缺点。如果说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枭雄，是个对吧？是一个他没有野心，他是自己不想当皇帝、不想掌权的一个人，这点特别重要的啊，这点特别重要的。你说他明哲保身是好事吗？是好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就因为这样呢，他的故事呢也显得不那么传奇，没有那么多传奇的色彩。大伙儿能理解我的意思吧？贾诩呢，这个最开始大伙儿都了解啊。贾诩呢，这个又开始在咱们熟知的这个董卓拔京师的时候，人家就对吧，就已经这个出场了啊。无论是跟这个杨凤还是什么的啊，包括咱们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有一些远古时期的这个武将啊，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他们能力啊都是比较强，也能勉强达到1线。到后期都没有1线了，无论是魏蜀吴啊，这3方势力啊，都没有什么1线的这一个说法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是遍地1线，所以说显得关张赵啊如此的珍贵啊，五子良将非常的珍贵嘛。啊，包括那个时候又有什么徐荣什么徐荣战胜孙坚，是吧？都有啊。他最主要的其实啊，贾诩最主要的还是献毒计，让这个李傕和郭汜啊。但是这个很多人问这个李傕到底到现在很多人到底说叫郭汜还是叫郭范？其实呢，好像啊，据很多这个大家子科普啊，李傕没有问题，那个字儿念傕肯定没有问题。郭汜好像大概率叫郭范，但是你叫汜叫习惯了吧？反正倒也不是不行，咱们这个不要纠结啊，人就是那个人啊。这个李傕和郭汜呢，咱们说的比较顺嘴，咱们说郭汜了啊，就是说他这个被这个王允赶出长安城，这俩人呢其实很害怕。大家伙了解群龙无首，很多人可能了解群龙无首什么概念，就是说你手底有兵，但是你师出无名，你是军阀，但是你没有一个名号。你又不是官，又不是啥，你也没有什么反叛的能力，是吧？比如说啊，我要替谁报仇？当时他明确就说我投降了，对吧？只要你饶恕我俩投降了。这个王允不干，王允就说啊，王允说这个对吧？想当年董卓手底下的人一个我都不放过，他可能都忘了，那吕布不也是对吧？他手底下人吗？是吧？人家俩都想投降了，他不干。正所谓穷寇莫追，对吧？他就想给这个李傕郭汜赶尽杀绝，下了这个江湖追杀令，就像那个梁家辉是江湖奸杀令啊。李傕郭汜害怕了，害怕之后呢，就问这个贾诩说：“你现在只有一条道，你现在就回去啊，直接把长安给攻下来啊。”对吧？大家伙能理解吧啊？然后呢，这不就这个算是把这个又把这个东汉末年啊，本身就民不聊生、摇摇欲坠的这么一个，对吧？这么一个乱世，搞得更乱了啊！大家伙了解，本身董卓，很多人说董卓完了之后，不就开始群雄并起了？开始什么官渡之战啦，袁绍什么三上徐州是吧？什么又这边又什么那个啊什么
孙策又开始打江东啊，借兵打江东了，开始这个了。其实那个时候没完事儿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董卓嗝了之后，还有李傕郭汜呢。后来呢，他俩也是啊，你看啊，大家伙可能了解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包括是朋友也好，还是小伙伴、兄弟啊、甚至是父子，有的时候共患难啊，共患难同富贵就比较难，尤其是这个创业的时候，李傕和郭汜啊，为什么李是排到前面的？这个也确实不假，但是他们两个呢，实际上啊，是最开始他俩都是一起睡觉的，就那么放心，他俩最开始一起睡觉的。那这俩人呢，就真的就是可以，就像刘关张似的，他俩关系真的非常好啊。然后他俩掌握了大权之后呢，这个也算是正统啊，人家献帝在他手底下，对吧？这俩人呢就不太听话了。说白了，这个慢慢的，由于啊他俩的媳妇儿啊，他俩的正宫媳妇儿互相就不顺眼。对吧？有的时候女人嘛，就是对吧？你俩都是军阀了，你俩都是对吧？这个东汉末年实际掌权人了，这么厉害，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那你俩到底谁是第一呢？啊，咱这么说吧，哎，我兄弟是第一，我第二。那边别，这边我兄弟是第一，我第二。他俩都是挺谦让的前期，后期这媳妇那不行啊，我是第一夫人呢，他不干。结果这俩人呢，就因为媳妇的事儿闹急眼了。后来呢，俩人闹掰了之后呢，这个天下本身就够乱了，他俩又搞内讧之后呢，这俩人叭的啊。然后呢，这个结果呢，这个杨凤啊，大家伙可能知道也是个军阀啊。这个包括当时这个徐晃啊，也是他手底下的啊。这个杨凤呢，就也是啊，说哎，你看，要不把这个东西整我这儿来，是吧？啊，那时候是天下非常乱啊，这个李傕和郭汜呢，就对吧？就说不行，啊，不干，我跟你这来，我算啥呀？然后呢，这边呢，这个杨凤就说了，哎，不行，那你要这样的话，我把曹操找来，啊，那我把他迎过来。这曹操也信，来，曹操怎样？曹操说，啊，行，等到了之后，你是老大，我老二，我听你指挥，啊，对吧？这个时候呢，他俩琢磨不对劲儿了。这李傕郭汜寻思不对劲儿了，他俩寻思不行，我俩还得抱把。这哥俩呢，痛哭流涕，抱头痛哭啊，抱头痛哭。最后，哎呀，这个还得是咱俩这一条心啊，对吧？他俩又和好了（括弧暂时的啊，括弧暂时的）。这个这么个故事。然后呢，后来呢，大家伙都了解啊，杨凤带着这边打进来了，杨凤又出兵又出力的，曹操呢占了个便宜，最后曹操把这个天子给接回许昌了，这个杨凤气的很生气啊，对吧？这个大家伙都了解的故事。后来呢，这个大家伙也懂了，曹操呢也背后一地鸡毛，在山东不太好。哎，怀旧哥来了，马谡、吴用、徐茂公。吴用你就让他，你听这个名儿，你就让他控制好不好？马谡有一线啊，马谡在参谋这一块是有一线的，啊，当军事祭酒没有任何的问题。吴用真事儿，吴用就在这一条道上他是无敌的，他转谁上山，我跟你讲，他转谁上山就无敌，懂吧？对啊，你就记住这个事儿啊，他转谁上山，这招是无敌的，但是这没有用啊。这都是民间江湖这种人士，他跟这个，他不是一个级别的，你就不要扯这个事儿了啊！对吧？大家可能理解我说的吧？啊，然后呢，这个咱们虽然说有点这个关公战秦琼啊，但是你要说马谡的话呢，我不觉得马谡菜，我是觉得他第一战啊，他的出战对手太强了，就好比现在你玩球皇97玩了3个月，你觉得自己行了，上来第一战打的就是灰 K 什么的，对吧？第一战打的就是灰 K， 你玩个屁啊！上来第一战打司马懿。你好比火影忍者，这个佐助就是跳着打。佐助当时刚开这个万华图写轮眼，就去打八尾，那不等于跟电干吗？对不对？
啊，好不容易永恒万花屯了啊，万花屯了，又开始打那个谁，打那个这那，又去干无影去了，真飘了啊，对吧？永恒万花筒感觉自己行了，去跟班掰手腕子去，那不扯犊子了吗啊？所以说马谡吧，他不菜，他只是碰见了牛逼人而已，没办法。那你说那个徐茂公，他以前他叫李啥来着？他叫李绩呀，李啥来着？他叫避讳。那你拿这个人跟前面两个比，有点是吧？有点欺负这个徐茂公啊。做冷小一会儿捏呀啊。啊，不，谋士带兵是没有问题的啊，谋士带兵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谋士带兵他没有冲锋陷阵的能力也不行。你比如说庞统就没有冲锋陷阵，就没有先登，有一个能力叫先登，每战先登。先登就是我身先士卒，我去攻城，我直接我先上城堡。我告诉你，马谡他菜在哪？马谡被断了水源。他明明可以鼓舞士气，带着士兵直接冲下去跟人就玩命，可是呢，他老想来让手下士兵冲，他不冲，那他就不行了。你看看兵困铁笼山的时候，你看看人家对吧？司马昭怎么做的？给司马昭被铁笼山被这个断了水源，对吧？被这个姜维断了水源，这司马昭玩了个套路，直接就对吧？直接就拼了，对吧？身先士卒冲下去，那士兵就玩命啊！对不对？然后你也知道，所以说在这一块呢，你都不如司马昭啊。但是你说句实在话，你司马昭那说句实话，一生身兼百战，从小的时候就跟随司马懿打仗。说句实在话的，你马谡你别说比不了司马懿，你能比得过司马昭都比不了。那马谡确实菜啊。宋江不招安，梁山好汉会有好结果吗？如果按照小说里面来讲呢，我是觉得他们会有好结果的。但是如果咱们大伙儿都了解真实历史啊，这个如果你想一想后面这个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个人被拐到黑龙江这块儿，对吧？被当时的金国拐到这儿，你想想，就那个情况，我个人感觉他不是好不好结果，他有可能会，对吧？有可能。那就不一样了，他不去打方腊，不去征大辽，对吧？然后呢，这个金国和宋国不去灭辽，然后呢，这个你们懂吧？这个当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割据势力啊，北宋啊，对吧？这个也不能叫割据势力，应该叫做民族势力啊。咱们现在来讲，这个叫民族势力啊，因为都了解啊，其实都是中国人。你说再来讲，咱们都来讲的都是中国人啊。好，武力值不行，对你马谡武力值不行，庞统也是，庞统死的吧，也是他是啥了？他是想要给自己增加这个带兵的这个效果呀，这个但是呢，他就有点不太那啥了，这个也运气也不好，这玩意儿你懂的啊。你们控制啊！当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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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哎，好，倒数第二关了啊！徐庶的话，在真实历史当中不行啊。徐庶的话，在真实历史当中，没有大家伙想象的那么的强，并且没有说为曹操什么不出计什么的。但他确实，他就做到了御史忠诚，而且呢也镇守一方啊。当然啊，你可以说他忠于东汉嘛，也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徐庶呢，并没有像这个《三国演义》里面那么牛，也没有那么那啥。真实历史当中呢，这个诸葛亮来了，徐庶还在刘备阵营里呢。后来呢，是双方打仗，这个打仗期间呢，这个徐庶的母亲呢被曹操给抓走了，
然后他直接就方寸大乱了，他就走了啊，是这么真实历史是这一段。但是我们要说演绎的话，那徐庶是真，怎么说啊？按照我个人理解，徐庶是带兵打仗就不用多说了，人家正儿八经，人家可是弃武从文出身，行侠仗义，而且胆略非常足，并且呢，徐庶啊还有特别牛的地方啊，就是说他是什么呢？他是能和，他不像什么那个诸葛亮那几个小伙伴，诸葛亮那几个小伙伴呢，勉强能达到2线顶尖，他能达到1线中。啊，就是什么孟公威，什么石，什么，啊，有好多人啊，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这些人啊 ，OK， 这个他不像这些人啊，这些人呢，其实只能做一个太守，连州牧都做不了啊，他只能做一个太守。而这个徐庶呢，他是能跟卧龙凤雏能够一起高谈的人。这个当然，事实上理论来讲，他确实比不了卧龙凤雏，因为呢，在搞这个内政这块啊，这3个人，我跟大家伙排一下啊，搞内政这块呢，那诸葛亮是排名第1，啊，诸葛亮排名第1，庞统呢，虽然说啊，也是搞内政这块有点弱，但是呢，肯定是比这个徐庶强，啊，对吧？搞军事、搞进攻，这个可以。诸葛亮呢，军事这一块是后练的啊，他后练的，他就是以前他不是不会，他只是没有必要让他去做这个活，后期他是后练的啊。文武双全，文武双全很多啊。其实文武双全，赵云也是文武双全。那很多人说赵云武肯定是牛啊，他的文有那么牛吗？这个赵云吧，这要说他是不需要他，就赵云他在刘备这个势力里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么多兵供这个赵云指挥，他自己万人敌就够了，还有关张赵吧，还有关张，对吧？一旦从有了徐庶啊，到有了这个诸葛亮什么的，这个赵云他完全他不需要他，但他是有胆略有谋略的。比如说你看《三国演义》里描写他有这个空营计啊，这都是都可以的啊。但是呢，他行事呢比较保守，跟诸葛亮的风格一样。所以说你看啊，诸葛亮为什么喜欢赵云？那没办法，刘备都不喜欢赵云啊。刘备就很多人说刘备怎么可能不喜欢赵云？刘备在后期的时候呢，他是不喜欢赵云的，啊，他觉得赵云他不是跟他的这个风格不太一样，就是说关于军事啊，关于这个以后的主方向，啊，包括诸葛亮跟他都不是一个方向了。你看他去打东吴的时候，那诸葛亮劝也劝不了，诸葛亮不敢劝。诸葛亮其实啊，并不像大家伙想象中的这个刘备跟他后期不是说一条心，他知道诸葛亮呢是对他好，但是呢，他跟他的这个行事风格不一样，对吧？你是老板，我是老板，啊，你是总经理就好了，对吧？我让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帮我管好后勤，我带着马良带黄忠去，啊，不跟你扯。啊，崔州平，刚才我说了啊，孙乾、简雍、糜竺是大老板，人家是主赞助，然后能力还好吧，这个抬不上号啊。孙乾和简雍呢，简雍吧肯定是，对吧？啊，作为一个外交官。啊，孙乾、简雍作为外交官，那都是 Max 的啊，那都没有问题的。这个人情商啊，什么都特别在线，能力呢就在这个就是请一个帮你去谈一谈啊，帮你去收买人心呐，帮你去花点钱啦，这一点人家是顶尖，但是也仅限于这点，你不能说，对吧？对，姜维肯定是啊，姜维是顶尖的。姜维即便没有诸葛亮这个给他什么所谓的啊，我给他传他什么各种阵法、各种这个什么啊，这个兵法，不需要，人家本身就很牛啊，人本身就很牛啊。这个咱们拿这个神兽，拿神兽给人这个起名字的这个不多，比如说卧龙啊、凤雏，这是龙凤，人中龙凤就说他俩嘛啊，但是现在好像不太好听，现在说什么这个就卧龙凤雏，有我们两个给你对吧？卧龙凤雏现在开始骂人了啊，但当时是的，卧龙凤雏种幼林。这个幼林呢，就是幼就是小的意思，对吧？你像这个幼嘛，就幼就是比季还小啊，比季还小啊，幼。当然你幼林就是小麒麟，郭麒麟
对吧？于谦的儿子于麒麟，卧龙凤池，我操！你就是很简单啊，你们看看是不是啊？这个也就是说呢，说白了，他还是比较小啊，而且呢，姜维吧，你看到姜维好像一计害三贤或者什么的，他都是失败者。为什么要歌颂他？第一，他忠，他不仅忠于刘禅，忠于诸葛亮，而且呢，你会发现啊，他的价值观特别好。但是呢，他在政治这个阴暗的环境之下呢，他是搞定不了蜀国后期的这个政治这一块的，他也造不了反，对吧？也没有这个说，所以说唠到这儿呢，就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点，就是姜维也确实可惜，而且姜维打的全是逆风图。姜维那个时期啊，他还不如掌权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掌权比较好呢？他那个时候掌权的时候吧，都到这个后期了。后期什么呢？后期司马懿呢嗝屁了之后，他也很难受。人家还有司马昭，这司马昭呢，对吧？也很烦人，而且又有钟会和邓艾这两员大将。说白了，这俩人也是跟姜维一个级别的啊。这个该说不说啊，这个确实是，而且你蜀国的兵力，由于没有了荆州，你蜀国就单靠这点兵力，加上汉中，加上这边，尤其你后勤补给不行啊。大家很多了解啊，很多人说这个攻占西蜀非常难，就是因为西蜀啊这个地域非常复杂，对吧？粮草不好运输。那我们反问一下，请问，那你运出去也不好运的，你往外打。很多人都了解，那古代有一种战术叫坚壁清野。说句实话，有时候战场很多人说我进去打去吧，我打一个地方我就把一个地方都抢掠干净。你蜀汉你还不敢抢，你的治世学，我打了一个地方我得收复人心，对吧？那你能抢老百姓？你不抢老百姓，你粮食怎么来？所以说啊，打仗没那么好打。你看很多古代的有一些军事将领啊，他到哪都要屠城，都要纵肆抢劫一番。你以为他想，他也不想。你可能说，哎呀，他这个人格局太低了，不得人心。他不是不想，他如果不去抢的话，他没法带兵了。啊，咱们想的时候感觉可简单了，其实并不太大会想。所以说，一个好的后勤多重要。曹操为什么每次打仗都能赢，关注那个逆风军都能赢，就是因为粮草。第一是他偷袭粮草成功了吗？不是，那是第二。第一是人家后方，人家这个荀彧把他后方给打理成什么样？你要知道汉初三杰，那最牛的是谁？功劳最大的是谁呀？萧何呀，兄弟们，萧何呀！哎，你什么韩信、张良让他控制着，谁最重要？搞后勤的最重要。正所谓，咱们看看军队里面不有一句话吗？叫对吧？这个。要这个你要是在这个连队里当司务长，那权力就很大了，对吧？当然肯定没有连长大啊，咱是说这个意思啊。对，司马懿是种虎，坟地里的老虎，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阴狠，也符合他的性格。还有谁有外号啊？这没有说像这种神兽的外号。老虎呢，其实个人感觉呢，虽然说算不上神兽，但是也是个，我感觉搁现在来讲，那瑞虎对吧？瑞虎也算上了啊。破城抢3天。晚上好，晚上好。张昭的话呢，张昭他意志不够坚定。张昭他妈的带头大哥，你带头大哥这一块吧，张昭为什么不讨喜？张昭就是带头大哥。很多人问那张昭做错了吗？我很明确的告诉你。张昭做的每一件事他都没有错，而且张昭也没有反叛孙权。他劝孙权呢，确实是因为江东二张，大家很了解啊，古代有门阀有士族的，人家我不管谁是老大，只要你安居乐业，我们这个士族大家子就有，对吧？就有机会，对吧？我就有机会，我的后代呢就又能当官，又能保住这个富贵，我们饿不死。穷苦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吧，还真有的人啊，他就希望打仗，他越打仗，他有机会，对吧？武将包括武将，他不打仗，他哪有机会立功啊？哪有机会当官啊？对吧？这些文臣，这些人，谁当老板，我都是当这个，我都是干这个活，我都能获得这个好处，对不对？诸葛瞻怎么说啊？
诸葛瞻、朱姓诸葛的太多了，你看诸葛诞就不说啥了。我还记得玩三国杀的时候，诸葛诞啊，诞神，诸葛诞有意思啊。诸葛诞他技能看起来毫无用，但是呢，你会发现啊，他真的是也算是食尸鬼一枚了啊，当内奸是真是厉害啊。不过咱们也知道，历史当中的诸葛诞也没有反叛成功啊，这个说白了不太好整。看有人玩过三国杀的话，你看真正适合当内奸的一些人啊，对吧？钟会是吧？邓艾，这个比如说像诸葛诞，这都可以。还有谁？还有这个吕蒙是吧？尤其是某吕蒙，这某吕蒙这个就有点不要脸了啊！这某吕蒙的话，那相当钝了啊，那相当钝将了。某吕蒙、某黄盖，这都是他妈太哈的啊！神司马，神司马，那神将吧，神将确实是。但你像神将也有莫名其妙的神将，你像我玩三国杀，那神关羽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啊，对吧？神诸葛随着版本牛逼了啊，随着版本越来越阴间，反而这个神诸葛亮啊还真厉害。好，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拖延时间啊？跟大家伙说一下，其实本身就要把它放跑的，一定要放跑拖延时间的啊。然后呢，到下一个地图咱们再去秒它。神吕蒙也不太行了，想当年神吕蒙可是正儿八经的标包神将啊，单挑无敌。后来随着这越来越变态，这神吕蒙也就是个精品将啊，也就是个精品将。高达1号他没有，现在没有这个角色了，被削了啊，就是没有了呀。好，放他走 ，Let me go。啊。但要说起来，诸葛瞻单挑也还行。诸葛瞻是被称之为这个智商检测器之一啊，这特别检测智商。我也有这个将啊，在三国杀里面他是史诗将。这个诸葛瞻有个牛的地方，他有个技能叫父阴啊，也就是说在父亲的这个父阴之下庇护长大。这个父阴这个技能啊，真的是智商检测机。有的时候。杀和决斗发现，哎，怎么游戏出 bug 了？我操，没嘚儿啊！神吕蒙的缺点是手牌透明。哎呀，神吕蒙现在就没啥优点了，没有啥优点。你想想，降魂500就能换，啊，就这个好像是那个有的时候半价的时候啊，我玩的是移动版三国杀啊，对吧？现在的最火的应该就是移动版啊。三国杀 Online 和10周年应该不火吧？我不能这么说，我不太懂。我认为最火的还是移动版，啊。一会儿还有什么节目？一会儿三国完了之后可以西游，啊，我觉得可以来一首合金弹头3代。我答应怀旧哥好久的，将近2个半小时，怎么说？好，感谢我们的小暴龙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兄弟们，距离2星还差，哎，不对呀，刚才不送了一飞吗？刚才番茄哥不送了一飞吗？啊，这个那一飞是0星冲1星啊。算了，没事啊，这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小狼变小虎了，那别提纹眉的事儿啦，兄弟。对，摊分，但是他是一命摊分，他不是一币摊分啊。一币摊分那确实墨迹的让你理解不了，但是一命摊分还好一些。对，2个半小时确实是摊分，但是2个半小时，要说起来真是挺恶心的啊！暗示再来一飞，没有，那我暗示再来一波，再来一个超级那个开皇帝，开幻神，当，好 ，OK。可以看到啊，最后一个地图，他这一出戏就是乱世鸟熊啊。热衷于排名的话，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但是吧，咱们你看啊，咱们人类啊，经常会出现争斗啊。争斗呢是很多这个是吧？很多这个不和谐，很多战争的根源啊，就是争斗，对吧？争斗这种事儿，就比如说啊。凭啥你家住着大院子，吃着海鲜，对吧？唱着歌，啊，我就得天天掏大粪，凭什么呀？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真没有办法。有的人一出生就天天就好，
可能感觉可叹人世间不公平啊。同样是灵魂，灵魂有没有重量，现在还不可而知。那凭什么呢？就是你呢，对吧？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想，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去挑大粪，总有人去干苦力活，总有人出生就挨饿，总有人一出生，对吧？银行家的孩子又是银行家，政治家的孩子也是政治家，对吧？教育家的孩子也是教育家啊。凭什么他就一出生就有天赋？为什么他玩拳皇那么好啊？所以说就很难受啊。像这个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也是，很多人说老百姓有的时候农民起义造反，就是因为挨饿了，或者有的人没有编制，对吧？你比如说黄巢没有编制，对吧？所以说黄巢起义了。啊，这个张表，他这个说老百姓挨饿，我黄天当立了。你像有的人农民起义，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比如说像李自成啊，李自成就不说了啊，那也是啊，你就给我一份他妈的街道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也行啊，不给我裁员了啊。还有的就是加班的，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前期啊，对吧？这个唐朝末年的时候，有个人叫庞什么？叫庞勋是吧？啊，叫庞勋。他就是当时去打这个云南这边，然后呢，这个徐州的这个人呢，不给他就派他出去出差呢，说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啊，这个有点受不了了，所以说他造反了，开启了五代十国造反第1名啊，后来才有的什么黄巢啥的啊，包括什么又李克用，朱温什么的哈，对不对？为什么你长得这么帅会掉头啊？对呀，好，冰晶状态，白鹤亮翅。这个我感觉最后秒曹操啊，必须要好好看一看啊。总有人一出生就开始要饭，知道吧？我跟你说，就这，想要你还要不着呢，对吧？对吧？你对吧？要不你就在这儿要饭就得跪着，你要到外面站着，那就在山里。那我能不能站着把饭要了？啊，你还真是张麻子啊！不都是为人民服务？那谁？我也是人民呐，那我凭啥就掏大粪呢？不过你有这种爱好，没有什么说的。那比如说我就是不想当官，可以呀，但是不光挨饿，吃得好，穿得暖，对吧？如果你要是当官，那你当一个清官，真不一定啊，真不一定在物质上会有什么享受，可能还会非常的累。实话实说，对吧？实话实说，你比如说咱们说焦裕禄，对不对？你觉得舒服吗？啊！但是呢，在内心方面上，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些事儿，物质啊都不是特别重要。我跟你们讲，就好比我做直播，比如说我想要赚钱，啊，我格局大，那是在于咱有能力，比如说啊，不违反自己这个做人的一个责任。比如说你当父亲，你作为丈夫，作为儿子，对吧？你不能让家人饿着的情况下，啊，兴趣使然来当一个主播，那会做得非常快乐。我爱好做主播，可以的，对吧？没问题啊。好的，顷刻之间赵云就单秒曹操了，不用多说啊，非常的漂亮啊。总体来讲呢，其实啊，这要是原版的话呢，可能更珍贵一点，因为我跟大伙儿说过啊，这个秒16原版5个都不到啊，5个都不到。但是大神之路算的话，应该说是有将近10个了。所以说很不容易啊！这大神之路呢，我没怎么讲解。其实单秒这块啊，解说也就那么回事，它没有什么新的套路。它秒杀就是靠那么点底层逻辑啊，你就是说它不失误，秒16牛逼。当然你秒17的方案也有，目前没有人成。秒17目前1个人都没成，但它有秒17方案的秒16啊，很牛逼的啊！